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就在萧炎想要对范劳赶尽杀绝的时候，一道清脆的能量罩破裂的声音响彻天际。这道声音让天空上所有的战场瞬间停滞了下来。当众人的目光停留在天坟炼气塔破裂的塔尖上，他们的脸色大变。一对泛着火焰的巨大蛇瞳缓缓浮现，在天空上每个人的身上扫过。寒风双眼狂热，激动的身体发颤。他没想到天坟炼气塔中的异火竟然已经凝聚出了灵智。苏千的脸色在能量膜破裂的刹那变得极其凝重，他懒得再理会不远处的金银二老和黑角域的强者，与他们相比，陨落心炎才最令他忌惮。黑角域的这些人虽然手段很辣，但内院的学生来自大陆各处，背后大多都有一些势力，再给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对学员们出手。更何况迦南学院的底蕴并不止明面上的这些，只是不到生死存亡之际，不会轻易现身罢了。苏千不再管黑角域的人，命令内院所有长老再次结阵。黑角域的人冲着寒风说，现在内院的长老们自顾不暇，正是他们出手击溃内院的大好时机。寒风此次前来想要的是异火，并不想和迦南学院结下生死之仇。虽然他们现在隐隐占据上风，但那是内院的隐士高手不出手的情况下，而那些隐士高手能容忍异火被抢，却绝不会容忍长老们死伤惨重。就在寒风等人谈话间，狼狈的范劳小心翼翼地挤了进来。寒风被范劳的样子吓了一跳，片刻后皱着眉头从纳戒中取出一枚丹药塞给范劳。寒风目光闪烁地盯着远处的萧炎，决定要找个时间将萧炎的来历打听清楚，再找个机会擒住他。萧炎看着范劳，他知道今日怕是不能彻底解决了他。突然他感受到寒风的打量，目光猛地移向范劳身旁的寒风身上。萧炎手指缓缓握紧，药老让他不要轻举妄动。寒风的身旁有不少强者，就算将药老能借给他的力量施展到极限，也讨不到好。另一边，苏千带领内院长老们进行的封印却并不顺利。内院的长老们在经过之前的封印以及与黑角域强者们的对战后，身受重伤的他们无法再次封印住预谋已久的陨落心炎。脱离了束缚的无形火蟒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萧炎和寒风两人，眼中极为人性化的垂涎让在场的众人都觉得有点好笑。而寒风在见到无形火蟒出现后，瞬间认出他就是陨落心炎。一想到陨落心炎能够加速修炼的特效，寒风心中一阵狂喜。萧炎因为无形火蟒眼中的垂涎，心中升起一抹警惕。药老告诉萧炎，天地异火或许有些特性不同，但却有一个相同点，无人操控的异火如果相遇，便会本能的想要吞噬对方来强大自己。而此时紧盯着他和寒风的陨落心炎，就是想要吞噬他们体内的异火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药老让萧炎先离他远一点，无形火蟒现在的能量极强，就算他们联手正面碰撞也讨不到好。就在萧炎想要离无形火蟒远点的时候，陨落心炎突然将自己巨大的尾巴甩向寒风。光凭寒风一人的实力，无法正面与陨落心炎对抗，而黑角域的人见势不对，都想撤退，尤其是重伤的范劳，冲着寒风抱了抱拳就火速跑了。不得已，寒风只能许诺2倍报酬来拉拢他带来的强者。虎钳出现在苏千的身旁，问他现在该怎么办。苏千决定先静观其变，陨落心炎的目标似乎是寒风，那就让他们先对轰一段时间，正好内院的长老们可以趁此机会恢复斗气。而天空另外一处的萧炎望着和陨落心炎拼斗的寒风等人，嘴角浮现一抹冷笑。他们双方要是能打个半死，自己来做渔翁，那最好不过了。此时的陨落心炎实力正是最强横的时候，哪怕黑角域的人全都联手发起攻击，对他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之后这些人干脆不讲武德，在金银二老的带领下全都躲到一旁，让寒风用异火先将无形火蟒的能量削弱再说。寒风心中怒骂，这些人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家伙。片刻后，一咬牙掏出2瓶好不容易得来的天寒气，对着无形火蟒投掷而去。天寒气的罕见程度并不比异火小，只存在于极寒之地深处，在它一定的范围内，就算是异火，威力也会打一些折扣。但天寒气在陨落心炎真正爆发后，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将陨落心炎彻底惹怒。陨落心炎隐藏住身躯，又突然出现在寒风的身后，在一道道惊愕的目光中，一尾巴砸在寒风的背后，直接就将寒风砸得口吐鲜血，身体朝着地面射去。陨落心炎将寒风击落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头盯上了萧炎。在药老的提醒下，萧炎使出3000雷动躲过一击。与此同时，陨落心炎也突然诡异地消失在火焰中。药老提醒萧炎不要被火焰包围。身为异火，陨落心炎可以将自己随意变成火焰。
在到达他周身的时候再凝聚出本体来进行攻击。面对铺天盖地的陨落心炎，即使有着药老的力量支撑，萧炎仍然有一种心悸的感觉。药老让萧炎静下心来，想要重创陨落心炎，就必须要在漫天的火焰中找出它真正的本源，并对它进行攻击。萧炎将自己的精神极度凝聚，死死地盯着无形火蟒，一股青色火焰悄然间弥漫上他的漆黑眼瞳。萧炎眼中的世界突然大变，他在火蟒巨嘴之下半尺处的一块蛇鳞那里看到了一团看似无形，但却能用感觉察觉到的火焰强光。找到了陨落心炎真正的本源，萧炎立刻脚踏3000雷动，瞬移般出现在无形火蟒之前。他凝聚出一把青色火焰长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洞穿了那块蛇鳞。被萧炎刺中的无形火蟒猛地抬起巨大的头颅，尖利的声音夹杂着难以掩饰的痛苦响彻天空。而后无形火蟒的身体在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变得虚幻了起来。这是一次完美的攻击，逼得陨落心炎不得不现出本形。药老笑着让萧炎准备夺取异火，异火在现出本形后会有一段时间的衰落期，这个期间是夺取异火的最佳时机。抢夺异火的困难不小，药老告诉萧炎可以施展出能在他这里借助力量的极限，虽然这样会暴露出他的存在，但陨落心炎萧炎必须弄到手。萧炎轻声让他放心，药老庇护了自己这么多年，以后该换成他了。而在萧炎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下方的寒风也是满脸狂喜的冲向陨落心炎。一直对黑角域强者颇为关注的苏谦立马下令拦住寒风，不过内院的人却被黑角域的人拦了下来。随着双方大部队的再次汇聚，天空上的混战再次打响。萧炎早寒风一步闪现在陨落心炎本体处，借助着青莲地心火的隔绝，他顺利的接近了陨落心炎。但就在他想要抓住陨落心炎的时候，他的心脏处突然浮现一股炽热的心火，这股心火比萧炎经历的任何一次都要强大，充斥着一种他从来没有感觉过的破坏力。就在萧炎和心火僵持的时候，他察觉到寒风的到来，便立刻闪现到陨落心炎10几米之外。而直接冲向心炎本体的寒风，身体也像萧炎一样陡然僵住。萧炎抓住这个时机，突然出现，直接一拳砸向他的背后。但寒风毕竟是斗皇巅峰的高手，虽然受了萧炎一拳，但也引导着自己的异火撞击在萧炎的胸膛上。不过这一击对萧炎并没有什么伤害，反倒是被萧炎偷袭成功的寒风更加狼狈。天空上被青色和蓝色火焰包裹的人影遥遥对立，寒风想要用单方拉拢萧炎，让萧炎放弃陨落心炎。在萧炎拒绝后，寒风凝聚出异火的形体，想要杀了萧炎。萧炎也凝聚出青色莲花，直接与寒风的海心焰对撞。这一招让两人都变得十分狼狈，寒风更是手指颤抖着指向萧炎。半晌后，他尖锐的声音响彻天际，让萧炎说他修习的是什么功法，否则杀了他。天空上混战的人也都因为突然变得疯狂的寒风停滞了起来。看着像疯子一样的寒风，萧炎笑容中带着冷意，说你自己还不清楚。听到萧炎的话，寒风内心中隐藏的不安蔓延至整个身体。他从刚刚的对撞中就感应到了萧炎修习的是比他还要完整的焚诀。这一刻，一股对萧炎的疯狂杀意在寒风心中蔓延。苏谦将金银二老震退后，让萧炎拦住寒风片刻，等他收拾了这两个老家伙，便去帮他。萧炎冲着苏谦一拱手，让苏谦只管应付他们便好，自己还没那么脆弱。萧炎将视线从苏谦身上收回，冷笑着看向寒风。寒风问萧炎从哪里得到的功法，萧炎还未回答，药老的灵魂力量就突然钻进了他的体内。药老告诉萧炎，既然寒风迟早会发现，不如给他个惊喜。寒风从萧炎暴涨的气势中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力量，随后便震惊地发现药老竟然没死。寒风充斥着杀意的脸庞瞬间被一股异样的煞白取代，他不敢想象药老若是将他当年按下毒手的事传出去，自己会遭到他多少好友的追杀。他的脸色阴晴不定，最后定格在狰狞与阴寒上。寒风嘶哑着声音说，老不死的，我不管你究竟是活是死，今天我都会让你们两人彻底的闭上嘴。萧炎面无表情地说，就怕你没那本事。寒风的声音难掩嫉妒与怨恨，如果当年药老将焚诀传给他，自己依然会对他礼敬有加。他对自己的天赋很自信，所以一直觉得当年药老要是将焚诀传给他，如今定然会是另外一个场面。萧炎并不理会寒风声嘶力竭的吼声，而是面无表情地将一团僧白色的火焰召唤出来。看到古灵冷火出现，寒风双眼通红地说，那个老不死的，既然把这都给了你，凭什么？萧炎轻笑着摇头说，是尸的畜生也有资格说这话。寒风目光阴冷地盯着萧炎说，老不死的，我知道你在他的体内，不过今天我会让你再无任何逃生的机会。
韩风将自己的海心焰凝聚成一把深蓝色的三叉戟，而萧炎直接使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2种异火融合的大型佛怒火莲。药老拼着暴露自己的存在，也要将力量全部借给萧炎，这是想要萧炎拼尽全力杀了韩风。既然如此，萧炎自然会全力以赴地达成药老的愿望。身为炼药师，韩风自然知道2种异火融合的威力，他不由得在心中暗骂萧炎是个疯子。萧炎冲着韩风咧嘴一笑，说：“师兄，今天便让师弟我来清理门户吧。”韩风握着三叉戟的手掌缓缓握紧，说：“萧炎这个毛头小子口气倒是不小，这么多年我韩风什么场面没见过。”望着飙射而来的青白火莲，韩风大声喊着：“小子，和那老不死的一起去死吧！”随后手掌重重朝前一推，三叉戟对着青白火莲撞击而去。在青白火莲射出的刹那，苏千脸色一变，下令让内院的长老们闪开。2股可怕的能量在天空上爆发，一拳夹杂着3种异火的能量风暴，以极快的速度降临在天空上还有点茫然的黑角域强者头上。没有人发现，停留在天空上的那团陨落心炎的本体正不着痕迹地将席卷而来的异火尽数吞噬，而在吞噬异火之后，它本身无形的体型变得略微实质了一点。寒风海心焰化成的三叉戟并不能阻挡住青白火莲，甚至它在火莲的撞击之下鲜血狂喷砸向地面，但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寒风却被突然出现的金银先生一把抓住。毕竟这一次的报酬他们还没拿到，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寒风死。苏千关切地问萧炎：“没事吧？”萧炎冲他露了个勉强的笑容，他又想起盘踞在天空中的陨落心炎。此时的陨落心炎已经悄悄地出现在由火莲爆发产生的青白蘑菇云旁边。萧炎脸色大变，虚弱的他只能出声提醒要拦住陨落心炎，但为时已晚，庞大的蘑菇云被陨落心炎吞进了自己的无形火焰中。陨落心炎吞下大补品，瞬间释放出一股比之前更加狂暴的能量。金银二老感受到陨落心炎狂暴的能量，立刻就带着寒风和黑角域众人离开。苏千命令所有的学员全部离开内院，进入深山。望着逃出内院的学员们，苏千再次命令所有长老结阵。他站在大阵中心的位置，冲着阵型内的萧炎大喊，让他赶紧离开。萧炎努力逃跑，但陨落心炎却紧追不舍，而他的能量消耗太大，没多久就被陨落心炎追上了。猎人与猎物的位置最终还是被调换了。萧炎很可惜，最后依然没能杀了寒风。他在心里默念：“对不起，老师，这次也连累您了。”之后便彻底的昏迷了过去。陨落心炎吞噬萧炎之后，想要趁机冲出包围，却被一道能量壁震退。萧炎的死让苏千大长老脸色一片阴冷，他不顾自身，发出拼命一击，将陨落心炎再度封印到地底深处。随着封印成功，天空上的苏千身形一歪，正一头对着地面上栽下去时，被一名眼疾手快的长老一把抓住。苏千缓缓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被封印的天坟炼气塔后，他下令日后封锁天坟炼气塔最后一层，任何人都不许进入，包括他自己。他希望学员们能记住这个为了内院而牺牲的小家伙，没有他，内院将不复存在。而他也是迦南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空前或许也能绝后。这个人就是萧炎。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